为什么现在很少有贪官被执行死刑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：一，那些不愿判贪官死刑的人，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，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官官相护；二，为自己留条后路。从法律角度，一旦对贪官开了杀戒，那么绝大部分的贪官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万一以后自己也暴露了，也同样会是这样的下场。有关历史上的腐败以及反腐败问题，有一段令人发指的讨论，就是南北朝时期的权臣苏绰和皇帝宇文泰的一段对话。宇文泰问国何以立，苏绰答居官。宇文泰问如何居官，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。宇文泰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用贪官，苏绰说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，就必须给人家好处，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，那你就只能给他权，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，贪官不就得到好处了吗？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，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？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，是因为你给的权，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，就必须维护你的权，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？你要知道，皇帝人人想做，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，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？宇文泰恍然大悟，接着不解地问道，既然用了贪官，为什么还要反贪？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，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，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，才能巩固政权。宇文泰听后满脸疑惑，兴奋不已地说，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。苏绰答只有2个好处，其一，天下哪有不贪的官，官不怕贪，怕的是不听你的话，以反贪官为名，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，保留听你话的贪官，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，巩固你的权力，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。其二，官吏一直要贪腐，他的把柄就在你手中，他敢背叛你，你就以贪腐为借口灭了他，贪官怕你灭了他，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。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驭贪官的法宝，如果你不用贪官，你就失去了反贪官的这个法宝，那么你还怎么驾驭官吏？如果人人皆是清官，深得人民拥戴，他不听话，你没有借口除掉他，即使硬去除掉，也会引来民情骚动，所以必须用贪官，你才可清理官僚队伍，使其成为清一色拥护你的人。他又对宇文泰说，还有呢？宇文泰瞪圆了眼，问还有什么？苏绰答，如果你用贪官招惹民怨怎么办？宇文泰一惊，这却没有想到，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？苏绰答，举起反贪大旗，要加大宣传力度，证明你心系黎民，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皇帝，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，让那些贪官污吏替你背锅。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，你必须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。讲到这里，你总该要明白了，人分3、6、9等，社会又分底中高层，底层的人守着规矩，中层的人利用规矩，而高层的人本身就是规矩。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金钱，不是权力，而是一种思维的方式。这套天机你可以不读，但是千万不可以让别人看到你在读。有人说这是给大人物看的小人之书，也有人说这是给小人物看的大人之书。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大脑，走不出自己的观念，到哪里都是囚徒。如果你想改变，想提升，那一定要去读读这本天机。它不同于传统的书籍，就是你随便翻开一页都是一个独立的篇章。本书里收录的99个箴言警句，讲透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人情世故和治检大道。从古至今，但凡有所成就的明白人，一定暗合这本书里的某些真理。99句处世箴言，直击灵魂的世界真相，为人处事的金科玉律，祝你开悟有门，进阶有道。慈禧害死了戊戌变法，可历史老师可没有告诉你，当年那帮书生啊，可差点没把中国都给卖了。一提到慈禧，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就是这个老婆子，她腐朽，她奢靡，打压梁启超、康有为等维新派，固步自封，导致大清灭亡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可怕的真相，你们学到的历史都是被洗改的。如果挖出那段历史的真相，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。慈禧一开始是非常支持变法的洋务运动，
他还亲自推广，甚至打压保守派，给光绪开路。可最后为啥又翻脸了呢？因为维新派他真的玩脱了。康有为提出了什么骚操作呢？他要把新疆和西藏也押给列强换钱。谭嗣同更是绝，他要卖蒙古给沙俄。梁启超还要请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当清朝的总理，这哪是变法呀？这就是要送货。这慈禧一看，这要让你们这么折腾，大清直接就改姓了，这才立马夺权，砍了六君子。但是康梁早就跑路了，留下了一个烂摊子。那历史为什么会颠倒黑白呢？这是有名的标杆效应。好，它为什么好？树立一个标杆，一个时代的精神。你就比如说雷锋，你去找相关的资料，或者我们问问现在90岁相对有见识的爷爷奶奶们，雷锋他并非是我们上学时候课本中学的那样，只不过呢是上面想让底层老百姓学习他们已经设定好的，也就是雷锋精神。但是上面的人呢，他们祖孙三代世世代代都不会去学。如若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找个人背个锅都赖他。而慈禧就是近代背锅人。这历史哪有什么非黑即白？这本牛津认证500年的神作《中国的奋斗》彻底是崩碎了现代人对近代的历史观。他不带立场，不吹不黑，把这没有经过滤镜的近代史给你翻的是明明白白。尤其是对60、70年代那段特殊的描写尺度之大，看得我是脊背发凉。这本书从发行一度被禁了20多年，港版的叫做《中国近代史》，而内地叫做《中国的奋斗》，换了个皮夹克才能在内地出版。为啥之前在内地买不到呢？就是因为它太敢说了，开售1个月，豆瓣评分就达到了9.1分，劲爆程度可显而见。这本书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，如果它还在，请你一定要收藏一本。这哪是什么童话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恐怖故事。为什么说电影《绿野仙踪》是被诅咒的？大家还记得那个铁皮演员吗？当年拍摄的时候裸着身子，穿金属的衣服，全身涂满了铝粉，开拍第9天就无法呼吸，最终导致肺部萎缩，患病身亡。扮演女巫的演员拍摄时因为使用了白磷，她的脸部手臂都被烧伤。化妆的燃料因为她有酮毒素，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一度也只能吃流食。主角们走在小道时，森林的尽头悬挂着小矮人的侏儒演员，因意外被吊死在拍摄现场，都没有人向前去查看。电影中的血都是石棉制成的，一旦吸入就相当于千万根刺刺进的肺部。还有女主角的扮演者朱迪，童星出生就被公司压榨，因其少女形象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公司就给她服用了大量的可以抑制生长的药，不让她吃饭，饿了就给她吸烟。婚后怀孕还被公司和母亲要求打掉，5任丈夫都是冲着她的钱而来。47岁就郁郁而终。而这些离奇的事件也让人知道，人心的可怕可是胜过诅咒。大家看过这部影片吗？当年看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？净土京扒功德水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为什么很多人不远万里去五台山只为了喝一口这里的水？只因这种珍贵的泉水原本在世界它只有2处，一个是我们的五台山，另一个是佛陀成道的古印度。但因为印度受到外道污染，已经逐渐的消失了，如今世界上也只剩五台山这一处了。不过喝到它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它身处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。每年这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达这个地方已经是筋疲力尽了，但因为泉水它具有8种特性，分别记载到净土经中，这也让慕名而来的游客就算是踏破盲鞋也要喝到这股醒世甘露。所以这功德水也被世界上各地的居士视为心目中的白月光。那些来五台山的人更想将这股天地的馈赠带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的。为了能够方便这些有缘人，现在师兄们发心将这份来自五台山的馈赠原汁原味的送到世界各地。它虽然没有特别的华丽包装，但是它清澈甘甜，还有多种的矿物质。最重要的是呢，这股山泉水是来自于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水源圣地五台山。无论你去没去过五台山，这股山泉水你都可以感受一下，只需要49.9块，一共给你邮寄24瓶，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。